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意见，跟我们互动交流。好，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首先是中经院国际经济所副组长江太金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另外是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全球的焦点还是锁定在中东，也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啊。这个军事行动呢，已经第3周了，那马上新的一周呢就要进到第4周，打了就要快1个月了。现在到底进度是如何呢？现在这场战争的关键点是在荷姆兹海峡，究竟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会落在伊朗还是在美国的手上？那么在川普呢对于各国护航态度表现得非常的消极啊，表达很不满之后呢，我们看到过去1周啊，那包括了日本跟欧洲国家，都发布了这个共同声明啊，他们说已经准备好为确保海峡安全通行做出适当的贡献。但是这个适当贡献是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没有进一步的详细内容。3月18号到21号，我们看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他就任以来的首度访美，并且跟川普举行会谈。而美日领袖峰会全球关注，当然这因为不只是跟美日相关啊，还跟目前的中东局势发展也大有关联。那么川普跟高市在见面的时候也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也被国际新闻大做文章。那因为呢，川普拿珍珠港事件回答媒体啊，询问说这次奇袭伊朗啊，为什么没有告知盟友？结果呢，川普就说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也没先告知吗？好，搞得这个在现场的高市早苗很尴尬。那全球媒体呢，也就以此作为标题大做文章。但是除了这个插曲之外，我们要带您来看的啊，就是真正的关键是在于啊，川普当面向高市点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呢，他说从日本来看，就日本的角度来看呢，有超过90%的石油都得通过荷姆兹海峡来运输，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应该挺身而出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刚才也提到了，那包括了日本、英法德、意大利、荷兰等6国。发表了联合声明，说已经准备好为确保海峡安全通行做出适当贡献。可其中这很吊诡的是，这个具体贡献到底是什么？因为大家现在关心的是6国会不会参加美国所谓的护航行列的。聂老师，那个6个国家就是我们 G7 少掉加拿大嘛，大家都知道美日英德法，意大利、加拿大不见了，荷兰，当然荷兰也非常依靠美国了。我想这个非常有趣，大家都知道，荷姆斯海峡短短的33公里卡在那边。你刚刚提到的问题，到底谁会是控制权？非常清楚，当然还是伊朗。没错。但不管怎么说，你美国军事再强，各位也要知道，川普一开始都觉得1天4天就可以打倒人家，就可以把人家震威了。结果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很清楚。几乎美国霸权上中都会被敲响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也就是这个战争打得非常有趣。好，我们再来讲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不管天然气、原油，都从这个荷姆斯海峡这样子船运出，不管你讲说它几分之几，或者哪一个国家，像日本90%是又靠这个地方来，或者全球的最少1/5都从这里通到。所以它封掉这个，就会对全球啊整个地球上的经济命脉产生一个勒喉战。这时候当然点这个国际超商把它烧火的这个国家，他理应自己负责。大家都知道，就是 United States。不过重点来了，这个霸主很厉害啊，他说我自己有超商，我烧掉它，但是我不告他，你们去救，你们去救。他开始不止打代理人战，所有的盟友都要拖下水。可他还是有霸权，他真的叫一点名，你们去帮忙，去帮忙。连他最大的敌对的中国都说你也要帮忙，因为你也靠他。他把人家烧了，自己不去救，叫别人去救。中国大陆现在看到是不为所动。对，但是当然不为所动，因为很清楚，伊朗其实对中国绝对不会不友好。没错，非常清楚。每一天138艘，人家的计算哦哈，进出里面最少还是有5%左右，每一天有5到7艘里面会通过。各位去分析过了，短短的20天，请问通过哪些船？全部挂着伊朗国旗或者跟伊朗有关的，比如在德黑兰运售石油被美国制裁的，这是我们就要反制裁的，这些我会让你通行。这是占一半，另外的2种就是挂着中国国旗的，或者印度有它特殊目的需求的。伊朗会有眼睛的。我先讲一下，伊朗这个国家也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不像美国只有200多年了，1776年建立到现在。从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到现在，不管阿米利亚或波斯这个所有的什叶派，
请问他们是靠什么生活？靠他的强大的民族精神以及神权精神。这个主义结合被你一打，连那种反原要靠西方、喜欢西方制度的人都开始集中的。你把我的真主打倒了，你萨哈米尼不重要，他那个会化身到其他去中心化，所有的都变成领导人，谁来支援都可以，就是要打我们真主的这一个。我觉得现在伊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起来了，对，所以他是不是有办法控制这个勒喉战？当然就是，但是虽然他的武力军力不急于抵御美国，但是美国现在非常急，不是打不赢，耗不起。是，聂老师，他一定拉回到这个关键点，是就是说我们在讲说荷姆斯海峡哈，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6国发表了共同声明啊，他们是不是要创造一个，也是美方的一个想定，就是要创造一个所谓的自由航行的定义？我在这地方自由航行，所以呢，你伊朗如果打我的话，你就是与6国为敌，包括应该说7国，包括美国在内。但是我觉得这样讲，人与人之间是互动的，国与国之间也是互动，这是情绪互动。我刚刚提到了中国，提到印度，提到跟伊朗相关的国家，为什么他们可以走？请问其他的国家，不管美日印法、意大利或者荷兰。这些国家是需要你好好对我，我可以跟你玩。对，我有我的 demand， 我有我的 want， 我有的 desire。我想他的需求，他的想要，甚至他情绪想要被安抚的，你们这些国家要不要配合我？你是听美国的，我绝对还是跟你打到底。但是如果你稍微的告诉我们说，你们是想跟我们友好，你并不是把我们当作恐怖分子，是要攻击我们，而是只是想要在经济命脉维活。我们可以让你自由通行，但是重点是这个老美，你打了我，最少老美你要稍微退步一下。这就我刚讲美国的这个霸权上中，因此他必须稍微的软弱一下。如果川普还是那么大气，用交易的艺术，动不动威吓，用霸权，甚至下面用一些骗术的话，伊朗我觉得他也就不会平息，因此他一样跟你应战。因此我觉得是沙盘推演，要看这些国家想要走这个自由通行的自由航道，他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满足伊朗的需求，这是最重要的。OK，6国发表这个共同联合声明啊，说会在做出适当贡献啊，但是具体内容是什么，并没有讲清楚哈，有一点感觉好像是在回应这个川普好像打太极拳一样。当然，这个川普呢最新的社群发文也强调了，就是说这个跟美国没有关系了。现在又讲了现在又改了，就是荷姆斯海峡跟美国没有关系，因为他说维护荷姆斯海峡安全责任日后应该是由仰赖荷姆斯海峡这个航道的国家来扛起来。强调美国因为用不着荷姆斯海峡，美国自己就有石油了，所以不必负责巡逻保卫啊。而且呢，他也特别强调说，美国已经非常接近对伊朗当初发动这个军事行动的目标。好，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拉回到看这次高市早苗去访问美国，然后呢跟川普见面日方呢在这个会面之后，那也宣布呢要对美国展开第2波的投资计划，总金额超过11兆日元。那未来的这个投资计划是要投资在美国呢，要新建次世代核能发电厂，也就是俗称的 SMR 小型模组化反应炉，还有燃气发电厂，还有呢，这项投资计划呢是被写进到这次的共同声明当中的。具体来说这新一波的投资计划是包括了一项高达4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那计划呢，在美国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新建小型模组化核子反应炉，就是 SMR 还有在宾州、德州投资总共330亿美元来建设天然气的发电设施好，那所以说这个我们讲到说这次的美日高峰会我们先从经济层面来看先前因为关税的关系，在去年美国跟日本达成了贸易协议日本呢承诺说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但现在呢又进行说第2波的投资。姜老师怎么看特别是在核能发电上的新项目，对于美日各自来说，您觉得产业的意义跟战略的意义各自是什么 ？OK， 其实我们这个题目可以分成几个地方，几个部分把它拆解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宣布这一个事情？那其实就从伊朗美国去攻打了伊朗之后，发觉说，其实在能源韧性上、经济安保问题上，其实跟我们过去以往所有很多的经验，其实都已经不能用以前的方式去推论了。那我们再回到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宣布要去投资？很大一部分其实各位可能再回到前一阵子，在高市早苗选举的时候，很难得的，川普竟然去帮他做助选。对，那反过来的，是不是差不多高市早苗也应该是要投桃报李？我们这样讲可能有点邪恶啦。那你去看他设的那些州
应该是有4个是有田纳西、阿拉巴马要去设 SMR， 那在宾州、德州也要去投天然气的发电基础设施。那有投钱就一定会带动就业机会，那这样是不是就会去让整个选情在美国的选情会好一点点？就得帮助川普助选之类的。那再来的话，其实就变成说从可能是一开始就变成说可能是虚无缥缈的一种方式去做合作，那变成我投资进去之后，我人就跑不掉，就变成说我可以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刚提到的 SMR， 那 SMR 的话，在日本其实应该很多公司有在做，但是因为日本有经历过福岛核灾，那所以在日本在推动的时候多少会遇到一些难处。那其实也可以借由在美国投资的这个时候来去做练兵。那练完兵的话呢，它最近因为其实 AI 的用电需求也变得比较多，OK， 那所以呢，我可以边解决技术上的问题，那边解决 AI 未来可能用电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它是慢慢去解决目前的问题。那再来，其实大家可能忽略的就是说，这一次其实有签一些文件在关键矿物的部分，那其实这个就慢慢从能源问题变成关键矿物问题，那其实也会影响到电动车，影响到半导体，那甚至一些其他的未来可能美国或日本的战略布局。OK， 高市早苗这次到美国去啊，当然也有人就在分析。就看到说这次的 timing 似乎抓的不是很好，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伊朗这样的一个战争哈。可是呢，你可以感觉到他是有备而去的，因为刚刚特别提到说他还带了这个投资，就是第2波要投资美国这样一个计划。当然，是不是也是因为他在去之前也想到了川普有可能会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护航上面呢，给日本一些压力哈。好，那根据这个《卫报》呢引述了随行记者报道说，高市早苗呢。他在会后被问到说，川普是不是有私下要求他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协助重新来帮忙开放这个荷姆斯海峡？高市就表示说呢，他有向川普说明，日本向海外部署自卫队的能力，目前仍然受到2战以后由美国为日本制定的宪法，就和平宪法所限制。另一方面呢，日本现行的法律确实是可以，就是允许可以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来执行执法性质的任务。比如说，在2009年呢，当时就曾经参与了索马利亚外海这个反海盗的行动，不过那是执法，但并不是参与军事行动啊。那现在还是禁止首相命令相关舰艇投入作战。所以关键点就在于说，任务是以执法为主，而不是参与军事对抗啊。那高市早苗呢，当然免不了还是要谴责一下伊朗攻击周边国家以及封锁荷姆斯海峡的行为，也呼吁呢伊朗立刻停止相关的行为。他也透露说呢，日本方面已经透过外交管道跟伊朗沟通，希望能够降低冲突风险。好，问题来了哈，就是日本如果真的是派出他们的自卫队的军舰去护航，不管现在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做。名义上就算是海上执法，可是有一个状况是，如果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日本的军舰被攻击，那是不是要还击？如果要还击的话，这不算是军事行为吗？那这个会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日本在战后所受到的这和平宪法的这个限制相违背吗？温家老师你怎么看？其实这是川普呢，他是希望这个日本呢也能够在这个波斯湾能尽点责任嘛。那我觉得，而且他认为日本要负很多的责任。对，那当然啦，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整个区域安全的一个局势升高那川普是希望美国日本尽多大的责任，因为不是只是消极的这个所谓和平主义者，你是要积极是要去出钱出力来办这个事那当然，川普他要的现在是你讲的，就是希望你日本的责任要加重，他也这个宪法的考虑，他只是其次，所以也重视，因为从战后1945年到现在这81年来那基本上这个日本意志是以美国的意志为一致因为就你讲那个1947年5月3号行宪的是美国帮他制定的，
用1个礼拜把这个宪法制定了。那因此呢，我想这个现在川普的核心的关切是盟友要不要出力，日本要不要出力这个部分。那其他部分你高市早苗来处理。那现在高市早苗他也讲过，他这个基于宪法第9条的限制，不能海外去这个所谓的作战嘛，讲作战。但实际上，他们这个部分，安倍晋三在任的时候，他2015年的已经制定了他们叫新日本安保法，它里面有3个事态，一个是中影响事态，另外一个是存立危机事态，就是高市早苗在去年10月讲的，这个集体自卫权。那集体自卫权要做什么呢？美国如果说他有出兵，他必须要做情报跟后勤的支援，这个部分。其实他可以在来做一个操作，所以呢，他现在可以做的部分大概是一个后勤资源、补给运输，还有扫雷跟护航。那甚至也可以派所谓的他们的海上警察去，海上警察去可以处理这个，因为属于灰色地带的一个处理嘛，那所以我想说，日本还是有可能会出动这个军舰的情境，还是有的。可是这样会面临到很大的风险。不会，为什么？一旦荷尔木兹海峡备受管制，就影响到它的生命安全之线嘛。它可以弄东西，为了要去，它已经直接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命脉了。它可以去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呢，川普明确的告诉高市早苗，你就是要纳入我们同盟的行动架构，美日同盟嘛。然后第3个呢是取得国际的授权，比如联合国大家一致决定说要这样处理。第4个，他会用航行的安全跟所谓的执法任务来配合。那因此呢，我想现在日本短期内呢来讲，可能会采取有限的介入跟这个法律的包装。它是有限的介入，但是它要透过所谓的这个日本的新安保法来做包装，它不会直接用宪法。那当然这次也很大的一个底气，可能给高市早苗他要修宪，又做一个很大的底气，因为毕竟他这是跟川普见面了，已经有别于这个去年10月27号的见面。那时候呢，他这个国会是弱势，他现在整个国会是强势了，有2/3强，所以他要对修宪有利用这个部分借力使力，来得到利用这个事件。您的意思是说，他有可能就顺势配合修宪，对不对？不是修宪，他会去争取川普同意他修宪。OK， 会争取他，因为他这次去已经预留伏笔了嘛，说这个你也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这边派兵是有困难的。他利用这个先跟他讲完之后，结果他们2个去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像10月7号高市早苗台湾有事为启动集体自卫权，他已经在10月28号已经跟川普报备过了。如果川普没有同意，他就没有这个底气来做这个事。此外，他现在又夹着国内的这所谓国会的一个多数，他更有底气来希望川普来协助，利用这个波斯湾这件事情来让他有修宪的底气。了解，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状况，在这种不得不的情况之下，派遣了日本自卫队的舰艇去参与这个护航的队伍当中。那日本方面也必须要去考量，甚至是呢要去想的一件事情，有可能让日本自卫队的舰艇暴露在被攻击的风险之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来看，针对这次对于伊朗的行动，川普在上个礼拜他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无意向伊朗来部署，甚至是出动这个地面部队。同时也透露说呢，美国已经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避免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呢，以色列 Channel 12。他们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最近的一次内部会议讨论时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甚至还没推进到一半，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态度也很关键，就是这场仗到底要打多久呢？而根据美国五角大厦的统计数据从2月28号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对伊朗海军、飞弹、无人机库存还有包括国防工业进行了超过7800次的空袭，并且锁定哈尔克岛上面超过90处的目标。但是哈尔克岛的能源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非常完整。如果真的要夺取哈尔克岛的话，就必须要出动地面部队。
好，哈尔克岛其实它是个非常关键，因为它是占着伊朗的这个石油90%的出口，是非常重要的。那它位于在波斯湾的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有25公里，长6公里，宽3公里，是最大的伊朗原油出口基地。哈，90%的伊朗原油都是从哈尔克岛出口。那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他就说，美军可以摧毁哈尔克岛的石油基础设施，但是这也有风险就是呢会对伊朗跟全球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或者是美军就直接占领哈尔克岛，把这个重要的石油设施拿下来，作为跟伊朗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现在呢，拉回到美以双方的说法，都明确的表示，你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说法就是这场战争将会延续下去，但是也画了红线，就是不派出地面部队哈。所以评估的关键就在于说，能够不要打击或者是影响到能源设施。所以这个美以的共同军事行动，现在看起来，对美以双方来说，聂老师觉得他们是觉得老神在在，胜券在握，还是说其实他们的计谋早就被伊朗看穿？我觉得这次都打乱了。一开始和平谈判的时候，美国要求的是4大目标，前2个目标是它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浓缩铀停止，要你的核计划、核设施不要再发展；第二个你的导弹不要再做得这么厉害，要不然又出现第2个北韩，我美国还受得了吗？那以色列一直诱引我，就是说，他这个原因你一定要打，所以美国就说，有道理。我不要让它成功有一个长程甚至洲际导弹，甚至夹带的核，因此这是我的目标。现在根本没有完成这2个目标。川普不但说我赢了，什么叫胜利在握？他讲了多少次我赢了？我打了他好多地方，从2000多个地方到7000多个地方，这样打烂了人家的家园，甚至打死了那么多小孩，叫做赢了吗？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疑问，这是逻辑思考。第一个，美国是一个聪明，这个川普总统要占哈尔克岛，哈尔克岛在西北边。赫姆斯海峡在南边，好，赫姆斯海峡被伊朗控制了，你就要去弄哈尔克岛来封锁伊朗的90%石油，这不是以牙还牙？血债就是冤相报嘛。美军这么厉害，这么大，军事实力这么大，你需要这样子来作为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吗？美国你越来越被我们觉得就看弱了。但是当他有他的智慧思考，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这样冤冤相报的时候，你会更惨。全球经济就像刚才讲的，所有人在分析这样全球经济，当然伊朗经济一定大受伤，全球经济更惨。那伊朗经济受伤之后，它再来又产生了，这次非常清楚，伊朗即便我实力不够你，我打导弹打不到你美国，可是你打我军事基地，我反击，我反击你军事基地，你打我能源石油，我反击你能源还有天然气。卡达我丢5颗，你防了4颗，最后1颗还是打得到。你现在防空，你这么糟糕的代价，2个代价，你的所有的东西防空系统都昂价非常昂贵，你根本是不对称、不平等、不对等的这个战争。对伊朗来讲，第一个军武的不对等，第2个代价的不对等。现在美国在此就会在信誉不断的扫地，你会发现这次伊朗。虽然伤得很重，其实他的国际名声反而更高。就是说，他最后反而他会想要他要求的东西。我现在讲说，你说胜券是不是在握？我绝对看不懂，这怎么叫胜券在？还有一个，什么叫地面战争？请问一下，1955年、1975年发生什么事？越战。《阿甘正传》里面非常清楚，年轻人打到最后疯狂扫射，看到草丛一动，那个鸡也杀，老弱妇都杀。已经情绪崩溃了，就像福特号现在的士兵，你加半年又7个月，还要加2个月在海上，他受不了，连马桶都会塞东西去，情绪会受不了的。船烧了睡在甲板上，美国的问题真的要去了解，这已经有点外强中干了。所以第2个呢，大家也记得吧，在2003年啊，这个我讲2月5号 ，Powell 拿了一个毁灭性的这个武器，抓到了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东西，这个白粉呢。当普丁说是一个洗衣粉，就打了伊拉克，从什么时候？2003年打到了2011年，8年9个月。请问地面战有什么样的收获？到现在他在伊拉克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好之名声？我觉得打地面战，就算这个岛你封锁下来，我觉得你也没有胜。而现在这个 idea 好像不错，但是您问我是不是胜券在握？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战争。第一个，川普情势错判。所以这个形势就有点转型了。所以我刚刚在讲这个战争，我认为啊，如果国际在美国霸权还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要求，或者说我们不要讲要求，就是用不管示好的方式或怎么样的这个诱因的方式，让这些国家跟他刚刚讲自由行动也好，或者跟美国一起来抵制现代战争。美国这个我刚刚讲霸权的上中，这次真的会被敲响。所以这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美国现在避免的就是重蹈覆辙啊，就是之前不管是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包括再早一点的越战、韩战这样的一个泥淖之中。好，那最新的战损报告也显示啊，从2月28号这个开战以来呢，美军已经损失至少16架军机啊，其中包括了10架死神无人机被击落。那这2天呢，甚至也传出了美军最先进啊、引以为傲的这个 F-35逆中战机呢，也疑似被伊朗的火网给击中，被迫紧急降落。相关的讯息当然必须要等待进一步的证实。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是凯恩呢，他也坦言说，美军目前只拥有局部制空权，也就是只能够控制特定的伊朗领空。那因为伊朗真的是幅员广大，你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的领空给这个掌控下来。好，那开战不久呢，其实呢，我们知道美国就掌握了相关的情资，然后锁定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呢来斩首成功。那凸显出的是情报的优势，还有反情报失守对于现代战争的决定性影响。但现在看起来，以色列这边的动作，尤其是这边就是说，目前似乎还是想要用斩首当做一个重心，那要把所有的伊朗领导阶层一一的赶尽杀绝。但是有了先前教训的伊朗，他们目前的情报跟反情报的工作又怎么看呢？文佳老师。这个讲到情报反情报此时此刻是非常之重要就像委内瑞拉的总统其实被活抓那莫托罗其实是靠美国的一个精确的情报，然后呢他疏忽了反情，就是没有去做好反情报，所以基本上就被抓了嘛。那这次的斩首行动哈马内伊呢，他其实他被抓到也因为怎么样？因为美国有精确的情报然后呢加上他没有疏忽了这个情报，所以呢美国的情报优势导致于能够斩首成功，然后呢，这个伊朗因为反情报的失误，导致呢他被斩首。那我想这样子看起来呢，这个情报反情报此时此刻是在战场是非常之重要那我想这个美伊呢，它的情报能力虽然这个是非常强，但是呢，其实它会递减的。为什么递减呢？因为战事一拉长。有时候情报是怎么样？需要靠内线，因为你越长，他们越会保密，你越难去掌握情报，然后他反情报做得很好，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伊朗呢，他会靠什么力量呢？他会去中心化的一个指挥部，他们以前可集中嘛，可能要集中开会或是拿手机，他现在可能不会这样做了，他会分散，所以你很难去执行这个斩首，他会做好反斩首任务那第三个，他也用无人机跟这个飞弹来打消耗战，他企图他去瓦解你的这个斩首，他用消耗战来让你的这个美国，虽然你的是战术是获胜了，你的战术，但是你的战略呢，其实是会陷入一个消耗战，你未定。对，因为尤其呢，这个我们知道伊朗它是一个神权国家，它土地有165平方公里，人口有8000多万，而且它具有当国这个所谓的领导人的人比比皆是，因为他人太多了嘛。所以呢，你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光靠斩首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一直会去推选新的人出来没错。对，好，那第一个，未来我觉得这个情报的趋势呢，当然我们美国短期内它还是需要靠这个尖端的情报跟 AI 的分析能力但是呢，我想这个伊朗会在反情报跟不对称的作战呢，来迅速来补强。所以呢，这个战争形态会变成斩首跟消耗一个并行。了解。那所以我想，这个情报呢，我想不是一次性的到位，而是需要长期的一个博弈。此外呢，关键还是在于谁拥有了情报优势，那同时又避免反制。OK， 所以其实从目前伊朗所推出的这个战略就是用低成本的武器来消耗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他们高昂的这些武器反正呢不对称嘛。那但是呢，伊朗也就是料到这个以色列呢，或者是美国呢，他们不能够去攻击能源设施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川普特别告诫以色列说，不要再攻击伊朗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因为以色列先前就攻击了伊朗一个主要的天然油气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伊朗就立刻也做报复，因为呢就攻击了这个卡达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因为这个拉斯拉凡处理全球大约20%的液化天然气，而现在呢，不止卡达，沙烏地阿拉伯在红海的主要港口盐布港
也传出遭到攻击啊，一度宣布暂停原油的装船作业。好，画面当中也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有强调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抑制不断上涨的石油跟其他的商品价格，而且可能对海上的伊朗石油解除制裁。这个石油总量呢，说如果是解除的话呢，估计可以啊，稍微来缓一下燃眉之急啊。就是石油总量，因为有大概1亿4000万桶的原油。那分析师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这个 Again Capital 的石油专家啊，叫做约翰基尔杜夫，他说近年来呢，其实中国大陆呢是无视于美国的制裁，光是购买伊朗原油出口啊就占了非常大的部分。现在呢，如果华盛顿批准的话呢，中方呢就可以自由出售数百桶的原油哈。所以确实能源对全球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尤其这一次呢，荷姆斯海峡受到控制之后，其实在亚洲这些国家，包括了日本、中国大陆，当然也是 OK 这些东亚的国家都受到影响。那现在以色列打伊朗呢，被美国提醒说不能够打油田；美国打伊朗呢，但是解禁制裁伊朗的海上石油哈。所以这场因为地缘冲突引发的石油赛局，江老师你怎么看？现在谁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我觉得大家现在只看两边打来打去，加美国介入，可能刚刚之前提到找着日本或是找其他盟友一起加入这个战局。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时间。为什么会提到时间？其实燃油厂、LNG 厂不是说我今天关掉打开，它就可以去源源不断生产，它也是要一个时间。那据我所知的话是。目前的燃油气厂再打开的话，至少1个月以上的时间，那再加上装船，然后再到你的买主身上，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因素。那突然打了，又突然不打了，那我是开还是不开？对。然后这次在挪威有一个能源机构他有去做分析，说这次攻击会让卡达2026年的全年的 LNG 损失达25%。所以大概是2000万公吨，然后呢，要修复到像打仗之前的话，大概要5年。OK，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警讯。那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解除限制之后，中国可能会就地把之前跟卡达在新加坡外海交易的这些黑石油变成就地合法化。那其实这也会一方面，我觉得。目前来说，对美国来说算是一个很矛盾的状况。那为什么这样说的话？之前在俄国跟乌克兰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去抵制欧洲买俄国的天然气。OK， 那现在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替代品，从卡达去买这些东西。那现在，卡达又不能生产天然气了。对，那就导致说，那我欧洲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办？那远一点，亚洲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对川普来说算是一个很头痛的。像刚刚和主持人有提到说，美国说我又不用这边的天然气，又不是用这边的油，那你们这些人，我不管你，那你们要自己派船。它造成了这个现在全球能源的供应出现了一团乱，但是现在。美国一句话说：“这关我什么事情？”你觉得这听起来不会觉得很可笑吗？好，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因为我看到了一篇分析啊，是说现在还有一个隐忧，就是有关于氦气的供应断裂啊，因为氦气是液化天然气制成的一个副产品。然后呢，这个现在不只是因为石油受阻，然后造成这个包括石化产业非常的慌乱以外。氦气的供应中断对于半导体制造，因为您是这个半导体科技相关的研究学者哈，对于半导体制造的影响评估怎么看？其实基本上石油啦，半导体常用就是氢气，就越干净的东西，其实在半导体制成用的越多。那包含我的10颗。那其实大家一直在讲半导体，可是很多东西是忽略，是我们的民生化工都要用这些东西。那到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个，因为半导体说实在的，顶多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些手机、电视。那其实不用手机、不用电视、不换新不会怎么样。可是你不可能不开车、不点灯、不穿衣服。所以我觉得后续很大一部分是要去看后面民生化工品的状况。OK， 好，所以因为讲到了说氦气就是这个液化天然气的副产品，它未来如果因为这个伊朗战争持续下去，而且没有看到终点的话呢，确实会造成
市场上的担忧。毕竟这个半导体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氦气消费产业啊，没有想到这个伊朗的危机现在竟然连半导体都有可能受害。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